读了很多的名字，然后如果你要给这一章给一个题目的话，你会给什么呢？你大概会说这一章都是名字，是不是？是名字的一章。当然用国语来念，从希伯来文翻成的中文，比用广东话念好念得多。刚才广东粤语崇拜的时候，念起来都相当的吃力。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往往有一些好像数学的一些的工程师，比如说，如果你想要一样东西的话，如果你有一样很宝贝的话，你就要紧紧的抓住，就是免得被别人拿走。我在初中跟中学念书的时候，虽然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但一直到今天仍然记得那时候的校长用他那标准英国人的广东话说的一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没有得报的话，时辰未到。一直到今天仍然的深深的记住这一句话。当然也有一些的话语，好像好人有好报，然后罪有应得，犯错误的人罪人是不配被爱的。我还记得多年前我们在教会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做了很多的饼干，我们要送去监狱给这些的囚犯。那时候有一位长辈看见这些饼干，他就来问我，他说：牧师，这些饼干用来干什么？我说这些是送到监狱去的。然后他说：为什么要送到监狱？因为做监牢的人是不配得到这一些的饼干的，就是犯了错的话，你就不配在被人所爱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的工程师，好像说如果你要有权有名的话，那你一定要记得多跟那一些有权的人，那些有名的人在一起。但是往往很多的事情也体会到，并不能够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发生，就好像在生命里面还有另外的一种数学的工程师在那里进行中。你越多积蓄了一些的钱，但是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些钱财不会在一夜之间就飞走了。你越要把握住你那些成长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一有机会，他们就一定的远走高飞。你也会体会到，你看新闻大概也都经常看见，你越跟那些有名有权有利的人在一起的话，到头来可能你会遭受到很多的难处。在我们读路德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稍微的看到一点神如何在他子民当中在那里工作。你大概也看见了，在这一本书里面没有直接的说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这一位的神就是在背景一样，但是你无论翻到哪一章哪一节，你都看到他的影子在那里。然后在这一本的书里面，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当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所以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叛的一个处境里面，当他的子民在那里背叛他，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的时候，这一位神却仍然的守住他的约，他对人的承诺，他的爱，他仍然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的脚步，他也因着爱的缘故，他介入了他们生命里的一些的计划。然后今天当我们来到路德记最后的一章，也是这一个故事的最后一幕的时候，我们也更清楚的看见神的那个数学或者神做事的方式往往跟我们人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一本书里面，我们大概已经都看到，也特别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一个接着一个来的一些的惊讶的事。上个星期我们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看到神如何的透过波阿斯在那里满足了路德需要安息需要归属的那个需要。我们也都知道，虽然波阿斯愿意来满足这一个的需要，将路德带到他的家里来，
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个亲戚是比波阿斯更加的亲近，也能够买他们的地，也能够把路德娶过来。所以在第3章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问的，那将来路德会嫁给谁呢？谁会把路德娶过呢？是波阿斯呢，还是这一个亲戚？这就是第3章的结束。然后在第4章的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这一句话，波阿斯早上就到了城门口去。城门口是他们做生意的地方，有任何生意的交换谈判都是在城门口。城门口也是城市里的那些长老，就是那些执政的，他们坐在那里来商讨，来判断，来决定有关城的事情。所以这一天早上，大概就是当路德前一个晚上躺在他的脚下的第2天的早上，波阿斯就到城的门口。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注意一下这里的描写，然后波阿斯说的那一个有买赎权的近亲，刚巧路过那里。当然你一看到这个刚巧，那你又在想，如果你在过去几个礼拜你都在听的话，你说刚巧又出现了，好巧，又很偶然啊。然后你心里面说，真的是偶然吗？按照过去的2、3章的2章、3章的，你看见在神的那一个的经历里面，虽然神的名字没有出来，但是没有偶然的事情，他是默默的在后面在那里带领，然后这个近亲就来到这里了。然后大家注意一下波阿斯怎么样的称呼他。波阿斯称呼他做老兄，在中文的其他的好几个翻译本是说某人啊，某某先生啊，然后在英文就是比较一致一点是朋友。然后你注意到在这里，就是在这一句话里面，大概先后有4次提到这一个人，这一个近亲有买赎权的这个老兄，然后他但是却没有提过他的名字，蛮奇怪的，是不是？然后当这一番的对话继续往下进行的时候，同样的他的名字没有出来过。特别是当你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这一章充满了不同的名字，但是就偏偏这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出来，就好像一个无名氏一样的。波阿斯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然后有一个比波阿斯更亲近的一个亲戚，但是他的名字却一次都没有被提出来。这一章如刚才所说的，就是一章讲到名字的一章，但是这个亲戚的名字却没有被提，为什么呢？我们稍微的看一下下面的一番的对话，第2到第4节。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主要讲到波阿斯跟这个近亲说：好，我这里有一个家庭，拿俄米和路德刚从摩亚回来，现在拿俄米就想将他的地卖掉，那就是看你和我2个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是近亲，我们有这个买赎权的，我们2个都有，我们可以把它买下来。买了这块地呢，就好叫他们的家人的名字能够留下的。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如果你不要的话，那我就会买；你要的话，我就是让给你，你买我是第一个的候选人。然后这个亲戚注意到这里又提到那人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也是没有的，就说他说我愿意买。然后波阿斯又接着下去，好，如果你愿意买的话，但是还有其他的条件，你一定要把他的这个拿俄米的媳妇路德也要娶过来。然后你把路德娶过来以后，如果你们生了孩子的话，这一块地的名分
就要归给这一个孩子，好叫这一个家庭的名字能够在这块地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你愿不愿意？那对这个亲戚来说的话，如果他把路德娶过来，如果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一块地就不会属于他的了，就会属于他们的孩子了。那他的名字就不会在这一个的地上留下来的。你看他一听见，也可能拿了一个算盘算了一下，那我就不买了。他说我买的话会伤害了我的利益，损害了我的产业，我没有办法。好，你没有办法，那波阿斯说好，我就买他买下来的。那你有没有注意，他为了要留自己的名分，为了要留自己的名字在这一块的地上，结果他在这一本书里，在圣经里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了，变成一个无名氏，多次的提到这一个人，这个近亲，他等等等等，偏偏的就是没有名字。在这里好像看到神的那一个数学，是不是？你越要为了自己抓住一些东西的话，到头来你什么大概都没有。就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24节那里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是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越要抓住你要的那样东西的话，你可能越是没有得到的。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也需要做些的思考。因为当我们看这段经文，总是要问今天跟我有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我想特别是从我们服事的角度来看一下，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问过，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益处没有？当然了，我们都是成熟的人，当然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但是你试试看，今天是国里红领诗歌带领我们依照已经讲好了，然后当你看今天的程序表的时候，不是他的名字，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上面带领的是国里红。那不晓得如果国里红看到这个周刊的时候，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真的岂有此理！我花了这么多心血在准备今天的领诗，你看竟然把我的名字都搞错了，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放上去了，心里面闷闷不乐，那条气不顺。但是如果国里红一有这样子的念头的话，就开始出问题了，是不是？要抓住。但是你抓得住的话，要抓的话，你可能什么也没有。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要小心，是不是？教会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你看报纸，讲到某某教会做了些什么善事，但是名字都不对的。你说这明明是我们这个教会，但是把名字弄错了，哇，心里不服。好，要不要打个电话给报纸的编辑，告诉他一下，你把名字搞错了。那个名字。如果你要抓住这一些的话，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你也都知道，我慢慢的很快的进入这个退休的阶段记得年初的时候问一位退休的弟兄，跟他说退休的生活怎么样，在聚会的开始问他，他就说了一句话，他是用英文跟我说的，他说是 highly recommended， 极力的推荐。所以他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极力的推荐 highly recommended。 当然了，也有人在问了，从1-2年前开始就有人在问了，好了，你要退了，你有没有想到要留什么下来？在英文是用 legacy， 你要不要留什么下来？当时被人问了一下，心里面也蛮得意的做了几十年牧师的话，有人问要不要什么留下来，然后就想想，好，我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很老实说，想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但是当我继续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在看使徒行传如何描写大卫，他如何服侍了那一代的人，他就睡了。
然后当我再一次的重温路德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是为了自己的名要留一些东西下来的话，那要小心了，可能什么都没了。你看看这一个远亲，这个近亲，我觉得这个人好可怜。是他明明可以有一个名字在圣经里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就是在一张充满了名字的书里面，还是没有他的名字。那来看波阿斯又怎么样呢？当我们知道波阿斯知道这位近亲不愿意买这块地的时候，好，他就继续的这一个的买这块地，然后同时也把路德也赎过来或者也把他买了过来，因为他有这个权，就是把路德也娶了过来。然后在第13节这里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做妻子，与他亲近，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波阿斯因作他的慷慨，因作他的恩慈，他将他的手向拿俄米和路德伸了出来。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利益，他的那个名字会被留在这一块的地上，他只想到的是这是他该做的事，这是一件对的事。他要清楚的要让拿俄米先生、以利米勒他们这一个家族的名字能够一直的能够留下去，这是对的事情，所以他做了这件。他愿意冒这一个险，就是当有一天他和路德有了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连这个地他也不会归于他所有的。他一直都没有想过要为了自己要留一个名字下来。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11节、14节、11、14或14节的一些的话语。这个孩子他们给他的名字叫俄比德，这个对不起，我先在前面11节，愿你在以法他显大，在伯利恒扬名。就是当他们在完成这个交易的时候，然后城的长老和一些当场的见证人就在那里祝福波阿斯，愿你在以法他显大，在伯利恒扬名，愿你的名字被传扬出去。然后在14节这里，这些的妇女拿俄米的朋友也跟他说，他说愿波阿斯的名字在以色列中被扬名，又是要被传扬出去的。然后在17节他们要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俄比德，这俄比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这个跟这个近亲是何等强烈的对照。这位近亲为了要保持做自己的名字，结果他成为一个无名氏。但是相反的，波阿斯他因为要做那对的事情，他也冒着一个会失掉这一块地的这个险，他后来成为了大卫王的曾祖父。一直到今天，你我还是不停的在提波阿斯，正如当时的人对他的一个祝福，愿你的名被传扬出去，你的名被扬开。在这里看到神的一个的数学的一个工程师，就是当我们要越抓住一些特别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可能结局是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去放手，然后去做那对的事的时候，它可能反而的会充满了我们。然后我们继续的看，在第15节，这里就提到孩子生下来了，然后拿俄米的朋友在那里给他的祝福。这里说他必苏醒你的生命，养你的老，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这里是讲到这一个的孩子，然后这里又提到了
你有了路得，你就比有7个儿子更好了，因为他2个儿子都死了。那我就跟他说，你看你有了路得，又有了波阿斯，又有了一个孙子，你现在真的是有福了，你现在真的是一个有喜乐的人了。你还记得在第1章，当拿俄米回来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那时候他心里面他在埋怨神，是你加害于我，是你使我吃尽了苦头，是你折磨了我。所以他对神是一个充满怨恨的一个心态，都是你不好，导致我现在2手空空的回来了。但是来到第4章这个故事要结束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儿子。这里的那种的喜乐，是不是？那种的满足，从一个空空的状况到了一个完美的完满的一个状况，他的生命再一次有喜乐了，他再一次的可以被人称作是拿俄米，就是喜乐的意思。你看他要得到这一个的丰富，这个充满，他要经历过这一个的倒空，2手空空的状况，是从2手空空的状况，然后进入了这一个的充满。这是神的那个数学，跟你我的计算是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个即席面的即席面就是拉面的那个社会里。现在这些的拉面越来越发展，放在微波炉里面大概2-3分钟就好了。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日本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母亲要从香港寄这些的救济品给我们。那救济品里面我们最喜欢的一件就是虾子面。虾子面那个时候你要煮的话要煮一段的时间，是不是？不是马上可以放在微波炉，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微波炉你要晚上要吃宵夜的话就要煮。现在好方便了。因此我们都养成了一个要立时得到满足的那一个习惯，那种的心态。我们希望要得到的是没有眼泪的喜乐，我们要寻找的是没有空虚的那一种的满足，就是我要满足，但是我不愿意走过那一个倒空自己的阶段。我们要有利益，但是不愿意付出任何的痛苦。但是在神的计算里面是刚刚不一样的。如果你要经历这个属灵的丰富的话，你要得到属灵的充满的话，你一定的要先经过这一个倒空自己，这一个空什么都没有的这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在被神所充满的里面，如刚才所唱的那首歌，愿神的灵来充满我。就是在充满我之前，我先要把自己倒空，我要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心灵的贫穷。在另外的一个时代，我们当中信耶稣信了大概30年、40年的弟兄姐妹，或者在某一些的教会里，你会经常听到一个名词，人的破碎。不是我们这里往往用的破碎是制作人的罪等等，但是那一个破碎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步，看到自己如何的无用，如何的充满了罪，在神的面前我的道德我各方面都是零。这跟我们今日的心态是非常的不一样。下面的这些话，我想我在这里已经讲过了多少次，是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30年前我可能只是头脑上知道，但是现在越来越看见。刚才讲的那个倒空自己心灵的充满，那一个满足，对今天在北美的华人，在北美华人教会里的人信徒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是相当的能干，今日你在你的事业到达了你这一个光景，你都是靠着自己的殷勤、你的努力、你的成就、你的才能。所以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说，我们没有经历到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求他来怜悯我们。
头脑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贫穷，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人会承认说，哎呀，我什么都有，我都可以。不，头脑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在心里面我们好像没有倒空过自己，在心里面我们的心灵好像没有被破碎。既然没有被破碎的话，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这个属灵的满足？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满足，又是去走这些捷径，去一个测会我就可以得到满足了，那为何不去呢？但是在这里所讲的，看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个故事带给我们的真理，如果你要经历到这一个属灵的充满的话，你一定要倒空自己，你要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被圣灵所破碎。但是我不愿意看到任何的一个人到了一个生命的处境里面，碰到了一埲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什么都不行。你不需要等到那一个阶段，你现在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按照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我是如何的，是什么都没有。在这一位圣洁的神的面前的话，我是灵，我是像一条如在撒母耳记上的像是一条死狗一样的，我就是这样子，不是没有。只有在这种的破碎里，只有在这种的把自己完全的倒空，我才能够经历到神的丰富。今日无论你去哪一个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你会看见的是不停的计划，你会听见是不停的一个的讨论，我们要做这，我们要做那，我们要做这。但是你很少看到人在神面前那种倒空，那种的破碎。但愿这里的这个故事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要经历这个属灵的丰富的话，让我们先要学习把自己倒空，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一个贫穷的，什么也没有的。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在这里当波阿斯仍然在城的门口，当他完成了这一个交易，这些的长老和当时的人就在那里祝福他。我们注意一下，在11节里面怎么样祝福他。愿耶和华使进入你家的这个女人，就是路德，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两人一样。愿你在以法他显大，在伯利恒扬名。这里是说，愿路德能够像我们的先祖拉结跟利亚一样的，能够建立这个家庭。拉结和利亚是雅各的妻子，拉结和利亚一共生了12个儿子，然后成为了以色列12个支派的先祖。所以他这里说，愿这一个女的，愿路德能够像拉结和利亚一样的，能够建立这一个的家庭。然后在下面的一个注意的12句，愿耶和华从这少妇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什么？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一方面说，愿这个女的能够像拉结和利亚，然后另外一方面说什么？愿她能够像他玛，是不是？他玛是谁？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讲了，雅各有12个儿子，其中的一个是叫做犹大。犹大的儿子死了，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孩子，所以他的太太叫做他玛，就成了寡妇，没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大概熟悉开始记得这个故事了。他玛为了要有一个孩子的缘故，他装扮作为一个妓女，在那里引诱犹大，然后犹大就中了计，然后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法拉斯的家，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然后就有波阿斯的出现。所以波阿斯的那个家谱并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家谱，是不是？然后这个人祝福他，愿路德像他玛一样给你有这个家属。如果你我的话，在犹大的面前连这个他玛名字提都不敢提的，是不是？君汉说愿这个作为一个祝福。
哇，你想这是什么样的祝福？因为我们家路得像他玛一样的，是他玛，不是一个我们要羡慕的，一个我们要去效法的一个。所以哇，是有一个所谓叫做来路，有一个疑问的一个家庭。然后当你再看18到22节的时候，这里说，然后18、22以下是法拉斯的后代等等，然后到21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比德，然后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有没有看到这里？波阿斯有一个蛮有问题的一个家谱，特别他的先祖里有他玛这一个人，然后他现在跟路德结了婚。路德是谁呢？在整本这个故事里面都再三的告诉我们，路德是从摩亚地来的一个摩亚的女子。好，这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的背景，两个结合在一起，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俄比德。俄比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有没有看见？当两个这些有问题的背景、出身有问题的人在一起，神用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大卫的曾祖父母。这是一个不太可想象的事情。如果你我在谈家谱的话，有些的名字我们不想搬出来的，是不是？在过去人家都问你贵姓，我说我姓薛，然后他们问什么薛，那我就想薛有薛仁贵的薛，有薛丁山的薛。那后来慢慢知道，我忘记现在也忘记是哪一个，其中一个是将军，但是另外一个是马贼。那以后我在讲的时候我就要小心一点，薛是薛，像那个将军的那一个薛，而不是马贼的那一个薛，是不是？当然我们从国内的也熟悉的，曾经有一个时候你的出身背景很重要，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一个是有海外关系的话，或者是一个有钱的人的话，那大好的学校你进不去，好的工作也轮不到你的，这个出身这个非常的要紧。但是有没有看到神的工作是怎么样？他不在乎这一些的，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用这一些的人认为是有罪的、看不起的人，神用他们来完成他的那一个心意，他的那一个承诺。这一本书的作者就好像要这些读者很深刻的记住，神是透过像你像我一样的罪人，他在那里工作的。然后你知道吗？这一个故事之后的好几百年，来了另外的一个亲戚，来了另外的一个有买赎权的，来了另外的一个救赎者，那一位就是耶稣，是那个好的牧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怎么样？他是跟罪人为伍，他和他们在一起吃喝。因为他说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来找罪人的，在罪人的当中他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一个的耶稣在多年前已经在罪人的当中在那里生活了，跟罪人一起，他的对象他要寻找的就是这一群的罪人。对你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当你看我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吗？在他的面前我们的道德都是肮脏的，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正如这本书的一开始的那个观念，那个时候民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而且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往往都是跟神的那一个标准是相抵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过我们，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一个一个的在寻找我们，把我们带进到他的家庭里面。因此当我们这一些进到他家庭里面的人，我们其实也要转过身来，我们要在这些世人所不认同的社会，那些边缘的人，那些跟我们背景不一样的，跟我们的民族性不一样的，教育不一样的，经济背景不一样的，这些是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要爱的一个群体。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故事的结束，如过去的2-3个礼拜，我们拿故事的结束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你注意到17节这里他们给他名字叫做俄贝德，他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就停在那里了。然后22节又重复了，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又停了。有没有注意，这一到大卫就停了，好像这个讲故事的人让我们记得神的这一个作为，他承诺是透过罪人来完成他的承诺，但是这个故事好像没有结束，是不是？因为你我都知道大卫以后还有人的，但是就停在大卫那里。当然很可能写故事的人，写路得记的是大卫同时代的人，所以他就到大卫为止。但是那第一个读者大概会再问，大卫之后又怎么样呢？大卫之后还有哪些的名字会出来呢？你看任何的小说，你一看停到这里你就想不晓得以后还会有没有呢？但是对于你跟我们读了新约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在大卫之后还有一个名字的，在大卫之后好几个世代，耶稣生在这一个的家庭里。不错，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但是他是透过童贞玛利亚所生。玛利亚的这一个家庭的先祖是什么？就是有大卫在那一个家谱里面的。耶稣就是这一个家谱大卫之后要来的那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了。所以也没有看见路得记的作者以大卫的名字做了结束，但是在那里给你有很多的暗示，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呢，这个故事还有下文的。这一个下文你要等了以后看看谁来的。对你跟我们知道了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就是他的那一个名字也会放在这一个家谱里，但是不放在这本书里，放在马太路加福音的家谱里面，你就会看见了。这一个路得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背叛的当中，当我们心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的时候，这一位神却没有忘记他对人的承诺。因为当人的先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就说有这个女的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来的时候要打伤蛇的头，就是讲到以后在这个女人的那个后代有一位要来，然后他要把人从罪的里面把他救赎出来。这一个故事是讲到不错，波阿斯的确的买赎了路得，是不是？把那块地也买赎过来了，但将来有一位比波阿斯更大的那一位，他来的不是单单要买这一块地，他来的是要将神的子民从罪的当中把他买赎过来，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救出来之后又把我们放进他的国度里面。然后你记得吗？又重复这一句话，那时民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然后等到这一位的王，这一位的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怎么样？把我们带进到买赎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竟然进入他的国度，在你我的生命里就有了王了，是不是？有了王之后，你和我就不需要再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了。有了这一位王，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要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这就是路得记的这个故事。然后我们看见神如何的在人的生命里，在那里一直的工作，为的是要把人带回到他的国度里，好叫他能够成为那一位的王。让我们一起的祷告。